導彈真的能夠打下衛星嗎？中國掌握這種技術了嗎？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如果有一天戰爭真的爆發，一枚導彈能不能把幾百公里甚至幾萬公里之外的敵方衛星直接打下來？我估計很多人的第一反應都是不可能，畢竟衛星是在太空裡飛行，距離地球少則幾百公里，多則36000公里，而我們印象中的導彈似乎主要是攻擊地面目標，或者攔截來襲的彈道導彈。那麼問題來了，導彈真的能夠打下衛星嗎？中國掌握這種技術了嗎？如果掌握了，中國在全球到底處於什麼水平？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個看似神秘，但實際上已經影響全球戰略格局幾十年的技術——反衛星武器。首先，我們要搞明白一個概念，衛星其實並沒有你想象的那麼遙遠。很多人覺得衛星都在外太空，事實上，大部分軍事價值最高的衛星恰恰距離地球並不算遠。比如低軌衛星，軌道高度通常在200公里到2000公里之間。大家熟悉的遙感衛星、偵察衛星、電子監聽衛星，以及目前老馬的星鏈衛星，大多數都集中在這個區域。這些衛星雖然離地球只有幾百公里，但飛行速度卻是相當驚人，大約每秒7.8公里。換句話說，幾秒鐘就能從北京飛到天津。而導航衛星呢，例如 GPS、北斗等，則主要分布在距離地球大約2萬公里的中軌道。另外，通信衛星則大多位於35786公里高度的地球同步軌道，那就太遠了。現在的情況是，人類在不同高度已經布滿了各種用途的太空設施，簡直是密密麻麻。那麼，愛好學習的你肯定又要問了，如果導彈真的能打衛星，它究竟是怎麼做到的？答案可能會讓你很意外。這麼說吧，現代反衛星導彈並不是靠爆炸半徑去炸毀衛星，而是直接撞上去。沒錯，就是撞，專業名稱叫做動能殺傷。簡單來說，就是發射一枚攔截器，以極高的速度在太空中精準撞擊目標。那麼它的難度大嗎？有人曾經形容，這相當於在幾百公里高空用一顆高速飛行的子彈去命中另一顆高速飛行的子彈。因為衛星本身速度接近每秒8公里，攔截器也在高速飛行，雙方相对速度甚至可能超過10公里每秒。這意味着，只要稍微偏差幾厘米，最終就會錯失目標數百米。因此，真正困難的並不是導彈能飞多高，而是能不能提前計算出目標軌道，實時修正飛行姿態，並在最後幾秒鐘完成精確碰撞。這背後涉及軌道力學、高性能計算機、紅外探測器、空間目標跟蹤系統以及先進制導算法，而這些能力恰恰是衡量一個航天大國綜合實力的重要指標。說到這裡，你肯定又要問了，全世界到底有哪些國家真正掌握了反衛星能力？目前來看，可以明確進入第一梯隊的國家大約只有4個，即美國、中國、俄羅斯、印度。美國是世界上最早公開驗證反衛星能力的國家之一。早在1985年，美國就曾使用戰鬥機發射反衛星導彈，成功擊毀目標衛星。2008年，美國再次利用 SM-3 導彈，在約247公里高度摧毀了一顆失控偵察衛星。官方解釋是防止有毒燃料墜落地球，但對於全球軍事觀察家而言，更重要的信息只有一個：美國證明了自己依然擁有成熟可靠的反衛星能力。俄羅斯則是這個領域最早的玩家之一。冷戰時期，蘇聯就開始研發所謂的太空截擊系統。進入21世紀後，俄羅斯仍持續開展相關試驗。2021年，俄羅斯摧毀一顆退役衛星，產生大量太空碎片，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而中國則是在2007年正式進入全球反衛星俱樂部。當年，中國成功利用反衛星導彈擊毀了一顆退役氣象衛星，目標高度約865公里。這一試驗向外界釋放出一個非常明確的信號：中國已經具備精確軌道計算、高空攔截以及動能殺傷能力。雖然很多細節至今沒有公開，但從技術角度來說，中國已經跨過了反衛星技術最核心的門檻。印度則是在2019年實施了代號沙克蒂行動的反衛星試驗，成功摧毀約300公里高度目標，成為全球第4個公開展示动能反衛星能力的國家。很多朋友很關心中國目前到底處於什麼水平呢？
我這裡嚴格按照公開信息分析，不涉及軍事機密。可以這樣說，中國已經被證明具備3項核心能力：第一是動能反衛星攔截，第二是高精度軌道測算，第三是空間目標跟蹤能力。除此之外，外界普遍認為，中國大概率還掌握激光致盲、電子壓制以及導航信號干擾等軟殺傷技術。近年來，中國在衛星伴飛、在軌服務、機械臂操作等領域取得大量成果，也讓國際社會開始關注另一種更加先進的反衛星模式，那就是共軌反衛星。這是什麼意思呢？簡單來說，不是發射導彈，而是發射另一顆衛星，慢慢接近目標，靠近它，跟蹤它，監視它，甚至利用機械臂拖走它、撞擊它，或者讓它失去姿態控制。這種技術看上去更像太空維修，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它同樣可以成為太空中的隱形獵手，對吧？不過說到這裡，一個新的問題出現了。既然反衛星技術已經這麼成熟，那為什麼這些航天強國現在反而越來越不願意炸衛星呢？甚至提都不提了。答案其實很簡單，因為後果太嚴重了。其實啊，衛星被擊毀以後，不會像電影裡那樣化成灰燼，它會變成成千上萬塊高速飛行的金屬碎片，哪怕只有1顆螺絲釘，速度仍然接近每秒8公里，足以擊穿另一顆衛星。更麻煩的是，這可能引發著名的凱斯勒綜合征。簡單理解，一顆衛星碎裂，撞壞另一顆衛星，另一顆衛星繼續碎裂，形成連鎖碰撞，最終整個近地軌道都有可能變成危險碎片場。到那個時候，不僅敵人的衛星無法使用，自己的導航、通信、互聯網衛星也會遭受重創。更關鍵的是，今天的人類文明對衛星的依賴程度已經遠遠超過很多人的想象。導航定位、金融交易、導彈預警、跨洋通信、天氣預報、全球物流、互聯網接入，甚至你手機裡的時間校準，背後都離不開衛星系統。某種意義上說，衛星已經成為現代文明懸掛在太空中的神經網絡。所以說，未來真正危險的反衛星武器，也許並不是那些在天空中炸出巨大火球的導彈，而是那些讓衛星看不見、聽不到、說不出話的技術。激光讓它失明，電子戰讓它失聯，網絡攻擊讓它失控，導航欺騙讓它迷失方向。衛星仍然完好無損地繞着地球運行，但它已經失去了全部價值。說到底，導彈能不能打下衛星？答案是肯定的。中國掌握反衛星技術了嗎？從公開資料來看，中國已經證明具備低軌動能反衛星能力，並在相關關鍵領域持續發展。最後，我覺得今天更值得思考的問題是，也許已經不是誰能打掉誰的衛星，而是當所有大國都擁有摧毀太空資產的能力，人類距離真正意義上的太空戰爭到底是越來越遠，還是越來越近？這裡是宇宙之思，宇宙很大，人類很小，但是探索星辰大海，我們從未停步。